持续回到新闻大白话现场，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詹淑涵。首先来介绍今天来宾，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前驻纽大使谢文基大使。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淡大财经系教授聂建中老师。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我想今天呢，还是要来大家来看一下整体的一个国际情势。首先来看到的呢是习近平在南海的一个动作频频。他现在呢，在这个布局南海的部分呢，有新的一个大动作，就是继火锅店之后再出招了，在路西沙这个永兴岛来开设新的一个购物中心啊。那这个购物中心呢，面积超过6000平哦，是一个综合设施哦，所以里头什么都有哦。所有的民生建设呢，逐步的都已经在这个地方落地生根了，包含超市、素食餐厅、书店、美发沙龙等等服务据点，通通都有。而且在这个永兴岛现在还出现什么？包括了邮局、银行、学校、医院、发电厂，同时还有民用跟军用的机场哦，可以提供波音737的客机起降，港口可以停泊5000吨的这个船只，5000吨级的一个船只，所以看得出来，在这边来做一个布局。那这个布局当然让美方呢也非常的紧张，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军的林肯号的航母打击群呢，也开始有这个部署的这个路线出来了，要赶在2026的元旦前呢，要来进入到南海地区。看得出来，南海的一个布局呢，中国大陆非常的积极。那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日本这边呢，当然中日的关系持续的非常的紧绷哦，所以我们看到朝日新闻就报道了，在日本2026年的财年的这个预算报告当中呢，现在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的项目预算呢，是已经来到了2025年的2倍之多了。而且呢，他们以前就是扩大支援这个国家的数量，现在也在持续，原来只有4个，现在一举要扩张到12个。而且我们来从地图来看，会更加的清楚，包括柬埔寨、越南，然后当然南海区域，还有这个菲律宾的部分。所以这是不是剑指中国大陆的这个形态非常的清楚啦。那再来看到呢，现在日本介入到南海争端当中，中国就表示说，哇，你这个恐怕是得不偿失啦。那中日的关系当然非常的紧张之下，甚至还把这个熊猫不是都送回去了嘛？那现在很怕就是什么擦枪走火了，甚至钓鱼台出现去死吧日本货船，哇，这个真的太离谱了吧？不会吧？真的是直接这样写嘛？好，当然呢，现在外务省非常的紧张哦，这个相当的离谱的一个状况。那接着再来看到日本现在呢，它的军事部署的一个情形又是怎么样？我们看到呢，日本射程1000公里改良型的12式的地对舰导弹的一个测试已经完成了。那在冲绳啦、熊本啦、大分啦这样子3个地方啊，其实呢这样子的一个扩张的一个动作也是非常的清楚。不过日本的民众对于这样的一个扩张，他们其实是相当的不安的，甚至是强烈反对的一个状况。因为在推进这个五海军工厂的地点哦，所以呢，其实民众呢其实反感是蛮大的，他们还是不希望有这种不太和平的一个状态出现。那日本前首相石破茂也再度来批评所谓的日本的永和的言论，他表示说呢，作为世界上唯一被原子弹轰炸的国家，那日本的立场应该是要阻止核扩散，不应该发表否定这个立场的言论。另外还有人提出的就是高市早苗，你是不太清楚，美国其实是一个护食主义者，他还是以自己为主的一个太阳啊。因为3年前，其实立陶宛允许台湾设办事处，那中国立刻就强硬的停止跟立陶宛的一切交流哦，还取消了中欧列车来通过立陶宛的部分，很多的抵抗措施出来，但是这个时候美国选择默不作声的一个状况。那现在呢？台湾问题其实会不会是就是美国的一个专利？川普他持续在发挥他的护食主义，没有美国的支持，那么你日本还有办法继续说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吗？谢大使，我们怎么来看？现在就是说海南省的这个三沙市啊，也就是我们讲这个西沙群岛的永兴岛，其实大陆在这边开发已经非常久了，它的面积并不是挺大的，大概就是2.6平方公里。你要知道我们太平岛是天然生成岛有多大吗？是0.5平方公里。可是我去过太平岛，太平岛有天然的这个林木，然后中间有一条跑道，其实
还有这个淡水，其实0.5平方公里蛮大的，它这个等于是我们太平岛的5倍嘛。那它上面已经是高度开发了，它事实上的话，它有这个行政单位哈，是海南省的三沙市，还有这个西沙区的政府都在这边，常住人口大概差不多是有2300人，然后上面还有这个学校啊，叫永兴学校。然后前几年就已经开了很多这些商店了，包括大陆这些啊，有一些知名的火锅店都在上面开了。那它有定期的这个航班，跟这个大陆本土这个啊，它可以有波音737的飞机可以在起降，因为它有一个3000公尺的跑道。另外它的海港啊，也不能说港阔水深，大概5000公吨的船只都可以在那边顺利的停泊。然后最近它这个又开了一个这个新的这个综合中心的一个综合的购物中心啊，可见这个地方大陆是全力在开发。那这个地方上面也有很多军事的设施，包括中国大陆这个防空导弹红旗9老早就进驻了。可是呢，大陆现在对于西沙、南沙大概就是往这些民营的方向去发展。那你要知道这些地方它是属于比较热带的气候啊。它的那个整个的那个自然景观都是那种热带乐园的那种感觉，所以大陆可能现在就是说以西沙为一个这个永兴岛为一个样板，然后会在这个南沙很多岛上，将来可能也会往这个方向走，就是说它兼具生活跟这个休闲观光设施的这个角度去看。那这个岛永兴岛事实上是过去是大陆最大的岛。它是我刚刚讲2.6平方公里，可是你知道，就是说大陆在南沙群岛再往南的走，这个3个小三角，永暑美济这三个岛，现在都有5平方公里大，比这个永兴岛还快要大2倍了。那上面也是各种的设施也都具备了。不过就是说，南沙群岛的小三角这些岛是吹沙造岛出来的。那永兴岛呢？它本身的自然条件，它填岛的地方并没有像这个西沙的南沙这3个小三角的永暑啊、美济啊这几个岛来的那么不自然。那可是问题就是说，大陆现在这南海的这个经营是力度非常的大，所以呢，这个就看出来中国大陆这个对于南海主权的主张不只有口头在讲。不是只有在这个争端的地区跟菲律宾进行怎么样维权的这些动作，它在实际现在所能够开发的岛上下了很大的功夫，那我们在南沙其实过去一个最大的天然岛就是太平岛，那就是我们一直拥有的。可是呢，我们在这个开发上就是比较慢，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大陆的作为的话，会让将来中国大陆在南海上不是只有军事价值，它还有其他的经济，甚至观光的价值都会出来那讲到日本现在的问题，就变成就是说，现在日本感觉是它很没有安全感。那可是呢，实际看起来，其实呢，是因为他看到美国其实对于第一岛链的这个政策是有改了。那也就是说，美国是基本上是放宽了在第一岛链这些国家它过去军事能力跟它的这些军事装备的这些限制。所以你看日本这几年就是不断的在怎么样，在它现在的领域里面加强各种的攻击武器的建设。可是这个对日本的社会来讲，也是一个冲击。日本虽然有它很强的这个军国主义的文化背景在里面，可是呢，2次大战给日本老百姓带来的这种灾难也是非常的深重。虽然它在亚洲大陆上，在中国、在越南、在这个香港、新加坡，这个日军的残暴的作为给当地老百姓带来了难以磨灭的这种损失跟这种创伤。可是日本老百姓也同样，他们也付出了代价。所以现在日本这些军事的扩张的这些举动日本国内的老百姓也不是完全会接受，尤其是在琉球群岛的部分。
因为琉球他们在过去2次大战的时候是帮日本人防守，然后呢没有得到任何好处，死了1/3的老百姓。所以这个如果日本再走回军国主义道路的话，那琉球老百姓在2次大战的时候，日本扩张主义的时候，那个命运很可能就会再度重演。这个是琉球老百姓现在坚决反对，而且呢用行动在反对的一个事实的状态。日本看起来现在头已经洗了，好像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不知道怎么收尾。彬哥怎么说？其实，在南海这边呢，中国大陆就是按照自己的步调，不断的加强在这边的扩张跟建设。那美国跟菲律宾不断的在这边做这种骚扰性的这样的一个对抗，其实我觉得适得其反，反而让中国大陆更加快它在南海的建设。这样对菲律宾跟美国是好事吗？因为当中国大陆陆续把它各个岛全部都建立起来的时候，你美国只是航母来晃一晃，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所以我觉得这是美国自己要去思考，这样对抗下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反而是让中国大陆在南海的势力更加稳固而已。然后日本现在看起来好像要重新燃起军国主义跟扩张的这个方向，可是他说一下子把这个整个对外的资源加了1倍，变成181亿日元，听起来好像很多，实际上以现在汇率来讲，181亿日元才多少钱？才30几亿台币，其实根本没有什么，30几亿台币在现金，而且他分这么多国家的资源，请问一下他能干嘛？根本什么也干不了。对这些国家30几亿，老实讲，现在随便一架 F16就30几亿了，所以这根本没有什么用啊。所以我觉得日本虽然他想要有一番作为，可是实际上他能够发挥的影响力不大，反而让中国大陆、让俄罗斯、让韩国对他都起了戒心。这个对日本真的是一件好事吗？那当然，你也可以看到有一些好事者，比如说这个货船，实际上那就是一个假讯号，因为那个地方根本没有任何一艘船。那个讯号其实今年2月就出现，一直就停在那个地方，那就是有人刻意去做的。那当然，这只是一种象征性的挑衅的意味。可是，当中国大陆不断的在钓鱼台这边，就是每天不断的派海警船来直接巡视，把它当自己的领土的时候，那请问一下，日本有什么反制的作为吗？恐怕也很难。那据说日本现在石垣岛那边准备要派人上去建碑啊，或者什么东西。我觉得如果他们真的做这件事情的话，中国大陆的反弹恐怕会更大。那到时候日本准备要跟中国大陆直接正面开战吗？还是要采取什么样的其他的措施呢？所以我觉得日本必须要去考虑清楚。你这样子不断的扩张军备的结果，是要真的打算跟中国大陆直接对抗吗？还是真的像你们所说的只是保卫自己呢？那周边的国家会相信吗？这恐怕日本自己要去好好去思考。但是高市早苗是不可能会道歉，因为他道歉基本上就等于事情都走到这个地步，他道歉基本上就等于他要下台，所以他不会道歉。但是问题是，现在他有高民意支撑，但这个高民意能够支撑多久？是不是能够让他一路这样做到明年甚至后年？我看这恐怕有很大的问题，因为日本现在的经济状况其实不好。然后如果真的如高市所规划的，要大举在军事上面做投资的话，势必会排挤到其他的，包括这个社会福利啊、其他民生经济的预算。那日本民众能够忍受多久？所以我个人是认为，恐怕根本也不需要什么美国出手啦。大概日本民众对高市的支持度，恐怕再过几个月就会出现重大的变化，到时候高市想要不下台，恐怕都很困难。好，既然说到整个经济的状况，聂老师有什么想法吗？我还是讲一下这个永兴岛啦，因为我觉得这永兴岛的这个议题还是值得提一下。那我先讲一下永兴岛呢，距离这个海南岛大概不到300公里。那它是这个整个西沙群岛在右边往南边一点，它是西沙群岛最大的岛啊，刚刚有提到。那么我现在是这样判断的啊，这个岛是非常有趣啊。它主要以中国来讲，中国在这个南海的这个主要的军事行政总部啦，现在是放在这个地方。那我觉得这个地方其实非常之小啊，它的宽只有1950公尺嘛，好，你去爬文就知道。那长呢就是南北呢只有1350公尺，也就是一层起来只有2.13公顷，就是213公顷，2.13平方公2.13平方公里而已。这非常小啊，小到什么？大家如果去台大逛过，你就知道，它大概是台大的2倍而已嘛。那我们淡江大学来的话是3倍。
好，那这么小的地方，人呢只有2200多人，这么少的人，这么小的岛，到底有什么意义？它的目的可大了。我觉得它有2个，第一个它要维稳南海。第二个呢，要接轨海南。最近12月18号不是海南那个封关，这是非常有未来前景的一个属于国际金融中心的打造，以及要去美元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我有机会再讲。那我觉得它是步步为营啊。那这样讲到步步为营，我们讲一下，我们回想到2020年，当他开始开发这个永兴岛的时候啊，他当时是要做他的主权主张嘛，还有他的这个军事部署。可是呢，产生了非常大的，刚刚不管是菲律宾或各个南海国家以及美国后面的撑腰，激化了非常多的南海争议，还记得吗？可是你知道它是非常有前瞻性的向前，这个非常计划性的前瞻向前哦。就刚刚讲到的，从2023年火锅店，2024年五金行，然后它盖好那个地，全部打造以后，把外面的这个声浪都推掉以后，就开始搞民生。然后2025年就刚刚讲的新商场。那我再讲一下，它除了这个计划性的前瞻向前，它还有一个非常周延性的这个布局配套。配套什么呢？它这个是有计划的哦，火锅店要吃嘛，五金行生活要用品嘛，这个大陆真的是计划经济啊，连这个小地方都计划的这么严密。它的公共设施也很早就布局进了，邮局、银行、学校都已经开始了哦，你有小孩都不会有问题哦。发电厂那也盖得淋漓尽致，都很棒。所以我觉得它是非常厉害，也就是公共设施做好。那再来就民生建设，它搞民生刚刚不是吃的吗？它现在更厉害了，这个。我的国这个国要去搞这个小搞，为什么？它的新商场里面也都该有的都有，素食店，好，你这个反正它里面反正该有的的素食店啊，反正那个餐厅啊，什么都让你在生活上的产生最大的生活便利。所以我觉得它这个前瞻性和这个计划性和这周延性的呢，是要打造它自己在这个南海的这个维稳，我觉得非常重要。当然还有讲到一个，因为刚刚讲到海南岛这个未来的这个。它的开发，因为它是刚好定在1978年，大家如果知道12月18号发生什么事，就是邓小平当时宣布要改革开放，当时刻意选在今年的12月18号哦，去做了所谓的封关。这个封关呢，当然大家都知道，它叫做这个境内关外啊，好，那它当然由小放大，就放到这个布局，这个他们都是4点的做法。境内关外，那它里面有很大的一个叫法规松绑，让所有的人去呢，在那个岛屿呢。都会有很大的这个便利，因此呢，非常多国际的投资人会过去。那我当然顺便讲一下海南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呢也会造成呢，它的制造业也会驻留。为什么？它更吸引到你，如果有30%以上的制造业在那里，它就让你可以再往北边到内地是零关税。我现在讲的是这个地方，永兴岛这个地方，它是西沙的，但是西沙群岛当然在这国际争议中还未明，国际间认为中国非法拥有。但他认为它就是中国的领土，而且还有南沙群岛，未来他还要再布局的。我跟你讲，中国我觉得就是这个计划性，然后呢，让它的每一个地方要拿到的时候，它是步步为营。你虽然有争端，他们让你慢慢排除它，而且呢还是有配套性的。所以我讲的就是说，它配套一个200多公里，就像台北到嘉义这么远的距离的这个配套，将来呢所有的地方驻足到这。到了永兴也是一个旅游胜地，现在大陆已经到永兴有所谓的旅游计划，有好几套的旅游这个行程了，所以我觉得这计划性周延性不得不让人佩服。好，我想中国大陆这边的计划经济呢是持续的在推进当中，那当然呢中日的关系还是持续紧绷的。我们先进广告。好，持续回来，我们还是要来看的就是呢，很多的大战持续在开打，所以现在华为也加入到这个 AI 的战场上来，这个一带一路要追上辉达了吗？所以我们看到华为啊，现在祭出了重金1300万来寻这个天才，为全球来寻求这个技术的死穴。所以这个 AI 强权到底鹿死谁手啊？现在中国方面也是拼尽了全力。华为的第6届的奥林帕斯正式来启动所谓的国际征建了。核心目标当然就是要扭转大陆长期是重计算轻储存的一个局面，他认为这样才能够成为 AI 强国。那我们也来看到华为的资料储存产品副总裁哦，他就表示，目前中国在所谓的 CPU 记忆体跟固态硬碟等等的关键零件上头，已经大致完成了一个国产化的布局了。好，所以唯独呢这个机械的硬碟尚未国产化。
化，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这个市场的一个空间了。那再来看到这个任老板叫这个算力的先遣部队哦，当时呢就华为是有2万多名的员工，要求全部要重学，就是担心我们这帮人跟不上时代。我们一起来听他的说法。当时任老板组织了我们叫华为公司内部叫那个算力先遣队，就华为当时有2万多名员工，要求全部学 AI，就是担心我们这帮人跟不上这个时代，从线性代数、数据结构开始学这个人工神经网络，以后重新开始学，要求我们所有人都要学这些东西。好，现在华为打造所谓这样子“一带一路”的一个方式，就是要扩大这个晶片海外的一个销售，来抢攻辉达的一个市占。那现在其实韩国的媒体也报道了这样子一个计划，直接向这个韩国来做一个供应哦，最新的他们这样的一个晶片，那就是希望能够提供企业辉达以外的 AI 晶片的替代方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辉达的部分呢，价格还是高嘛，所以如果说你的边缘的运算不需要这么样的高阶，或是有一些其实不需要用到这样子一个这么精致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是不是有替代方案？甚至呢，发展到最后，它也直接可以替代辉达，也说不定啊。所以呢，黄仁勋就表示了，华为等陆企呢，都是来试图复制当年5G 的技术，来做一个全球扩张，来积极以 AI 晶片来作为一个“一带一路”的一个主轴。那再来另一方面，当然就是机器人大战，早就已经开打了。现在语数的这个科技的这个G1 的人形机器人正在模仿工程师的动作，结果这个拳脚功夫有没有一踢啊？踢了之后呢，踢到了要害了，天哪，太痛了吧！我看这个画面我都痛起来了，我的天，因为实在是太让人觉得经典了。我们希望能够让他再踢一脚，哇，真的是太痛了。我想所有人都感同身受。OK， 那现在呢，马斯克也感同身受，他在下面留言了，还发出一个哭笑不得的表情符号哦。那另外呢，也是很精致的。其实我们现在最怕就是机器人它一些关节的活动啦，那它没有办法做到这么细致。不过现在呢，已经出现首个双手缝纫的机器人哦，这个 TARS的这个机器人，它可以展示用双手来缝纫标签的这样一个技能哦，所以其实这个精细度你可以感受得到。如果它真的做到了，表示它这样子的一个协调关节这个运送轴的一个方式的一个运算哦，都已经达到另外一个层级了，所以是相当厉害的一个状况。所以现在呢，我们也看到年终的一个总结啦，中国人工智慧的转型已经从所谓的荧幕走向了这个工厂里头了。看到这个工厂最后就会变成无人化，你可以帮车身来做喷漆，好，而且你还可以喷2种颜色哦。工厂经理说，花半年时间训练来完善整个 AI 的模型，其实这个机器人就可以来上线了。那之前你也知道，喷漆它一定会有一些对健康的危害啦，等等风险性了。如果全部都改为机器人化，它可以更精准，那也可以避免掉对人体的一些伤害哦。那再来也看到了广州的这个制造厂就是这样子，他们的机械手臂已经不断的来做这个运转了，所以已经加速整个产业化的一个状况。那当然，你发展 AI 除了你储存之外，电力非常重要。所以电力怎么样开始？现在从海陆2方面都开始了。这是全球最大的一个大陆首个100万千瓦级的海上光电项目。你可以看到这一大片已经开始运作咯。那除了这个海上之外，我刚刚说海陆嘛，所以沙漠这边也开始了。你可以看到呢，整个中国沙漠扩建了超大的一个充电宝，在沙漠的阳光就变成了万家灯火的一个部分了。就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这个地方，400万千瓦的光电组成了能源森林的部分，年发电量高达了69亿度。所以呢，中国现在恐怕在电能、储能方面也通通都迎头赶上了。现在路透社就分析了，中国电力市场的改革正在重塑他们国内储能的经济效益。这波 AI 大战拼的是真的是全方位的一个状况啊。谢大使，我们怎么来看？对，先讲这个能源部分啊，其实我们在讲整个 AI 这个产业哈。那你要看它整体来看的话，黄仁勋他上个月他在演讲的时候，他讲其实 AI 产业有5层的架构，第1层架构他讲就是能源，第2层才会是这个晶片、芯片，还有它的基础，还有它的系统，
第3层是所谓的基础设施，第4层是 AI 大模型啊，那第5层就变成它的应用程式。其实这里面美国真的它在领先的部分啊，可能就主要还是在芯片的部分，因为 AI 的大模型来讲，这个 DeepSeek 一出来以后，事实上就把这个 ChatGPT 比这个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而ChatGPT 最近真的看起来这个公司啊，好像前景不太乐观。对对对，对，它最近推出来的新的模型啊，好像这个在市场上的口碑并不好。而且中国大陆他们这个整个这个 AI 模型啊，现在除了这个 DeepSeek 啊，我们也知道还有很多其他的，像什么豆包啊，什么好多哦。那它很多都是用开源的，所以基本上它的普及率会很快，然后呢，得到的回馈，它修正优化的这个速度也比较快。所以呢，我们看黄仁勋讲的这个5层的架构啊，你可能就芯片这一点，现在美国啊，尤其是这个黄仁勋的 NVIDIA 还是领先。那可是，在比如说这个基础设施啊、大模型，还有什么呢？还有应用程式方面啊，还有一个电力方面啊，美国不见得领先。所以呢，这个也变成就是说，美国现在有蛮强的什么危机意识的。黄仁勋本人危机意识都非常强。可是呢，就是我刚刚讲，也许就像美国唯一在这个整个5层架构里面，它唯一领先的芯片你刚刚我们一看，这个华为的这个升腾，它已经950了。我们过去的时候，我们3个月前还在讲910啊，930，现在950，非常的快。然后这些芯片的话，它可能还是没有办法跟你的 H200啊，还没有办法跟你的 Blackwell。这样的这种大算力的晶片来做一个比较，可是呢，问题就变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这些芯片的GPU 芯片的需求都是要你这种通用的大算力的这种芯片，另外也有特用的部分，也有这个不需要那么大算力，或需要大算力的时候，我可以2颗对你1颗这样的结果，所以呢，就变成就是说，我觉得华为它也有它的市场，现在除了中国市场以外。那另外一方面，你看它已经开抢海外的市场。那在中国大陆市场，你看 H200，川普特别写了一篇文章，说我特别准了，黄荣兴去卖 H200，到现在中国大陆下单没有不知道，因为我们得到消息，中国大陆主管单位立刻把几个大的用户把它聚合在一起，讨论一下到底需不需要这个 H200。也就是说，中国大陆如果自己本身完全没有生产能力的话，他可能一下就很高兴，就要买你 H200。可是呢，现在中国大陆的晶片，尤其 GPU 的图形晶片，那么如果说在Go本身的使用，那么或者说在未来的话，它很快赶上来。现在大陆就抛出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现在把这个H200卖给我，我们都用了，是不是把我们自己本土晶片发展的机会把它堵住了？这是你美国的策略还是怎么样？还是阴谋？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华为真的是蛮厉害的在这么短的时间晶片上都可以做出来，跟这个 NVIDIA 给 NVIDIA 产生很大的压力。那更不要说在电力上的话，中国大陆的电力整体的电力是美国的2倍，所以就 AI 的竞争上，真的中美2国现在真的是竞争的这个真的刀刀见骨了。那可以看得出来，美国虽然过去是领先的，可是现在承受的压力是越来越大。而且简单来说如果说你这个辉达的晶片这么贵，那也许我现在做的不如你，可是我好几颗也许就可以补足，结果我这么多颗，搞不好还没你1颗贵嘞。那这样子，人家觉得算一下划得来啊，会不会是这样子呢？所以这个 AI 大战真的很难说。老师怎么说呢？聂老师 ？OK，AI 大战，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们不管从晶片到这个比较偏通讯方面的这个，随着要高效运算要频宽要够速度要快，你会发现国际在较量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当然美国看起来一枝独秀，现在华尔街的资金融入到这个矽谷它的这个技术开发、创新的开发，的确让这个美国在各个科技巨头都起来。可是没有想到中国却做了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些动作，叫从2013年的红色供应链到现在所谓的国产替代。
我想这中国这个步步为营的很多的功夫啊，真的做到位了。这就是让这个我们讲西方世界或全球啊跌破眼镜害怕的地方。那怕我就这样讲好了，就黄仁勋不是前一阵子才讲到说，这个哇，华为啊，真是全球最难对付的一个科技这个科技公司啊，太难对付了。我们做什么他都能做，然后呢，我们做什么他都在后面马上就要追上了。所以刚刚讲到910、93、950，不就是这样的概念吗？我犹记得在这个川普1.0版的时候啊，这时候到了拜登嘛，选举到拜登的时候，后来就把这个华为这个清单从1.0版、2.0到3.0这个清单，让华为痛得不得了。那时候任正非就讲了说，我们现在被子弹打了很多，可是我知道二战的时候有一辆飞机从头到尾呢打了2000多个子弹，千疮百孔，还是飞到目的地。我们的精神就是要这样子，哇塞，这个讲下去，你知道他们的魄力之大，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很厉害的，就是这个华为这个公司，让我去稍微研究过，他们有20多万员工，里面有一半以上11万人都是硕博士的研发人才。各位，你刚刚讲到1300万去挖角，他挖是要挖天才，他专才已经很多了，他挖天才要完全的突破。我想，不管这个中国他是用被迫的，或他真的要自主创新。我们讲这个 China Creation 2025在中国知道2015年写的嘛。我觉得他们要自主创新，就是当然，我觉得银河号那时候1993年事件，就是让他们开始知道被迫一定要迎头赶上。但而且他们现在整个 AI 基础建设已经做到了一定的这个位阶了，所以他们现在很稳了。我觉得，所以你看他们的东西啊，那西方在过去的这个 advance 的这个科技技术，当然可能还跑在前面，可是以速度来讲，这个中国的追速已经快到不得了。所以我们在讲，现在华为要做的啊，不只是以前通讯，在全球啊，当美国还没科大博的时候，它在全球就签了好几十个国家、60几个国家的5G、6G，那时候美国还在4G，还没有卖到5G。当然我们讲战机，现在是中国也到5代战机、到6代战机去了。现在要讲的是，它现在发现它晶片非常重要。而成熟制程中国最棒了，可是先进制程呢，台积电啊以及各国都可能勒住了这个中国的脖子，他就开始自己研发，华为就开始搞到硬体里面做晶片。你看他之前的海思的这个麒麟，到现在的升腾，哇塞，那个真的是让华人会怕，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很可怕，而且他现在还要做的是，中国最厉害是还会成本降低，还会量产，你知道吗？量产之后质又不错，你知道吗 ？quality quantity 好，就成本又低。然后还要走一带一路，要输外，这是他们现在要做的。我觉得最可怕的是刚刚讲到个硬碟的东西，各位知道啊，硬碟最可怕叫机械式硬碟，因为所有的东西在算力高效、高频之外，你要知道算力之下需要很大的储存，像个知识库的储存等。你知道这个机械式硬碟是什么东西吗？它必须要用什么东西？要用那个旋转式的磁碟片，还有那个移动式的针头去做。你知道里面是什么？要非常精密机械。我们台湾不是有精密机械的这些零件吗？你知道他们现在自己要把这个硬碟要做到最好，但是这个东西他们还没到位。像台湾的台积电很强，那精密机械很强，对岸他们真的是先进制程还稍微落后，他们也发现这一代还没有国产化，可是他们现在又看到这一块了，你知道吗？所以呢，一步一步突破。当他们发现到他们的机械式硬碟啊的国产化还不够的时候，他依然要突破这一块。我觉得不久的将来，中国又会在这超前。彬哥，我们又怎么来看呢？其实现在中美的竞争不是在军事武力上而已，还在经济上、科技发展上全面都在竞争。那看起来中国大陆它现在是多点齐发的一个状态，它用举国之力不断的投入这些 AI 晶片的生产也好，或是机器人的研发也好，那你可以看到它进步是非常快速。那当然，你光看到我们刚看那个看起来很痛的影片，你会觉得说啊，这看起来摆了一个乌龙。可是实际上，你想想看，几年前机器人是根本做不到这样的动作，可是现在一下它就可以做这样的动作。那再过几年，它会发展到什么地步，真的是难以想象。所以，那个我们过去认为可能是存在未来，可能存在科幻电影的那个世界，可能搞不好10年8年之后就会来了。那这个对整个人类社会都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冲击，因为包括很多人的工作可能直接被机器人取代。那取代了之后，人类有新的工作给他吗？我们这些产业的人要如何生存下去？这恐怕都是问题。那马斯克说，大家不用担心，其实 AI 发展了之后，所有人都不用工作，都让机器人去工作，都让 AI 去工作，真的是这样吗？这个真的有这么美好吗？还是会造成更多的失业潮，然后整个社会的阶层的大变动？这个恐怕都是难以预料。
所以我觉得世界各国其实都在努力，一方面研发，那另外一方面也在考虑它对社会的冲击程度到底在进行在哪里。我觉得中国大陆已经开始在预先做这些准备，但是即使他也预料到可能会出现一些状况，但他还是努力的发展，因为这就是中美竞争的一环。那中国大陆正在努力的想要追上美国当中，那美国现在看起来恐怕这个领先的幅度不断的被拉近，这是非常危险，特别是在能源方面。你看中国大陆在能源方面不断的创新，而且各种储能的设备不断的发展。那可是我们台湾也说我们自己要做人工智慧岛啊，也说要发展高科技，也说要发展 AI。那我们的能源在什么地方？我实在看不出来。我们不但没有在发展能源，反而在缩减能源。然后我们现在把所有的东西全部高度依赖火力发电，那这样是对的吗？所以我真的觉得台湾自己真的要仔细去思考一下，未来台湾到底应该何去何从。我想整个 AI 大战当中呢，另外我们特别要注意到的就是能源政策是不是需要再重新检视一下了。进广告。观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介绍这一节加入我们讨论国内国际大白话的来宾，第一位是前立委邱毅，主持人好，大家好；前海军舰长吕礼诗，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资深两岸媒体人许克谦，浅姐好，大家好，我是何谦。来看看几个最新的消息，在中日的激化对抗里头，看起来好像没有要和缓的意思，到现在仍然是如此。其中有这个产经新闻的报道可是来自于日媒的正式的报道说，有一条船上面标示了一个我们不能念出来的名字就是不好听的脏话，对于日本有侮辱之嫌。那么这一艘船呢，在自动识别系统 AIS 显示出来，22号晚上就在距离钓鱼台这个北方的附近。这艘船呢，以0速度的情况之下停泊在这里，船名就是这个到26号下午左右呢，还周遭4艘中国大陆的海警船围绕在这里，听起来不是很紧张吗？那侮辱性质也很强吗？结果想不到日本海上保安厅出来澄清，他说其实呢，这艘船是不存在，而是幽灵吗？他说不是，是没有实际存在，判断只是伪装的讯号而已。所以因此，日本人怎么看待这一连串一直没有办法和缓的中日冲突呢？这位日本专家近藤大吉也就公开的讲，他说比起台湾有事，他现在更担心日本有事他质疑如果攻打台湾行不通，那大陆有没有可能会突然袭击钓鱼台列屿呢？对于之前日本曾经是全球唯一被原子弹攻击过的国家来讲，这种反战的心情在普遍的民间还是存在的呀。那日军的相关部署却是动作频频包括日媒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把日本制造的濑户内铁所的无地区这个地方做大规模的综合防卫据点来做部署，把这个地方呢长期本来是海军工厂现在把它全部要做成是所谓的部署飞弹各种军事设施。其实当地的民众是强烈反对的，因为当然是先担心自己的安危，还有对战争的恐惧嘛。还有日本在射程1000公里的这改良型的地对舰导弹的部分，也多加强了部署这个是正式官方所宣布，明年会率先在熊本还有其他附近的地区再做军驻屯地的配备，把这个后续的配备冲绳地方都加大。其实冲绳反对这样子的部署已经好长一段时间了，现在包括了熊本、大分、冲绳，通通要来做这样的导弹的部署。而前首相石破茂跳出来讲话了，他批评日本，包括现在最近一直传出来说可能考虑希望能够拥有核武这件事情，他认为呢，这将使得日本能源体系的核能政策无法成立，因为它拥有的核能是用来做能源供给的，而不是用来打仗的。他说，如果现在搞成核武的这个阶段来讨论的话，对日本而言绝不是一件有利的事情。广岛市长也反对松井一时公开的反对说，无核3原则。不可以拥有核武的这3个原则是国家的方针，不可以动摇。但显然高市早苗的任内，现在几个官员的谈话已经越来越不一样。其中日本有议员跟民众呢一起集会抗议，反对高市早苗的错误言行。他说呢，这位日本参议员形容高市早苗一担任组成内阁之后，他就形容叫做战争准备内阁。难道是要带着日本打仗了吗？
事实正如此吗？以滚雪球的速度正在推进当中，也有一些参加集会的日本民众非常强烈的抗议日本政府这种军备扩张的战略路线。当然，民调看起来高市早苗还是很有信心哦，民调还是高的，所以这些抗议对他来讲会不会造成压力呢？其实压力更大的是经济议题。以经济来说呢，现在形容叫做令和米乱，很难平。米价在上一任的是首相任内曾经因为买不到米啊，民意暴跌啊，下台啦。那这一次呢，日本米价再创了新高哦，光是15号到21号这一周被形容创下了平均米价4337日元啊，就是有史以来最高的纪录，比先前在石破茂时代还要高。那么蛋也是啊，日本人很喜欢那个生蛋、生食蛋去拌饭啊。他说，民众觉得现在变成是奢侈品了，因为连蛋价也再创新高，每公斤达到了324日元呢。那么面对大米、鸡蛋这种常见的食材上涨，很多日本的民众觉得这个物价成为大家心里最难受的事情，因为连鸡蛋拌饭都成为奢侈品，不能随便吃。尤其是在本来是很温和的动物的外交这一件事情上，上野动物园很多大部分都去过，包括熊猫这2只之外，哇，周边所有的商品、宣传的卖点啊、纪念品啊，通通都是熊猫。现在已经确定这一对旅日的大熊猫1月就要返回大陆去了哦。那东京上野动物园啊，大熊猫观赏免费的预约门票。本来是免费哦，结果现在直接在网上可以卖到炒作啊，到上万元这样的价格日币啦哈。所以东京都政府还警告说，大家不要买啊，这种转售的无效，呼吁民众不要买。代表就是民间还是有一种声浪，希望留住这么可爱的动物，至少留住，不管观光的效益，还是两国之间温和的，不要太过激化的这样的2个关系。委员，我先说明一下哈。你基本上这一艘船，所谓的货船，155公尺逼近了钓鱼岛，其实内行人一看就知道这个船是假的，这个信号是伪造的。为什么？因为钓鱼岛是个礁岩岛嘛，所以它基本上你要逼近它到155公尺是不可能的事情。去过钓鱼岛的人都知道。远在200-300公尺之外的时候，就要下船了，然后用徒步的方式涉水而过，你才能登岛嘛。所以这一艘货船怎么可能可以在155公尺的地方呢？所以日本海上保安厅这个澄清是对的，没有这艘船。但是日本的专家近藤大介说的也很对。其实没有台湾有事的问题，台湾根本没事。现在要怕有事的是日本可能有事，所以近藤大介无愧于在日本是有名的、有公信力的专家，一语道破玄机。而日本有事，为什么台湾不会有事？因为焦点不在台湾，焦点就在钓鱼岛。为什么焦点在钓鱼岛？大家且听我说来。1978年，日本非常有名的极右翼团体叫日本青年社，那时候就强行登岛，然后在钓鱼岛上呢搞了一个5.5公尺的灯塔，然后以后他们每隔几年就登岛一次，把这一个灯塔呢加固。而且彩绘上日本的国旗，然后后来还铺上太阳能光板，而这一个灯塔已经成为了台湾、大陆、香港、澳门4个地方保钓人士最痛心疾首的标的，包含我，当然马英九应该也是了。所以大家一直想说要把这个灯塔要拆掉啊。2012年，日本的首相是野田佳彦，那时候执政短期是民主党在执政。野田佳彦的时候要把钓鱼岛国有化，以至于就引起了极大的争议。这个争议发生以后，产生了中日之间的冲突。我记得那时候台湾还有很多的渔船
涌向了钓鱼岛。现在常在电视台露面的张晋先生当时还教我，如果要坐船去钓鱼岛，要怎么样才可以避免在风浪中尽量可以不吐，难受程度能够低一点。好，经过了那一次的风波之后，整个钓鱼岛周边的海域几乎已经被中国大陆的海警船所掌控，也就是说，大家都没有办法进到12海里之内。那日本呢，当然逐渐的海上保安厅撞不过中国的海警船，那斗也斗不过中国的海警船，慢慢的就由内圈，就是中国海警船跟渔政船，再往外面才是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公务船，就产生一个这样的局面。所以日本的渔船就很难再靠近这个钓鱼岛了，很难登岛了。那前2天不是出现了一艘日本的渔船吗？也逼近了这个钓鱼岛，在12海里之内，结果被中国的海警船用高压水炮硬把它给驱离啊！所以现在很多保钓人士在建议说干脆这一次啊，再来组一个保钓渔船队啊！我们现在既然让这个中国的海警船开条路，让我们进去就登岛，就登岛。尤其一定要把当年登岛成功的金介寿把他也请来。今天早上才碰到他。这样子哈。台湾现在还有保钓团体吗？有啊，还要组就有啊。虽然都老了，像我这个都已经年老的老保钓了。我们政府都不保钓了呀。这不好管他的，我这个政府我们不是那么承认的了哈。那就登岛至少把那个灯塔给拆掉，因为拆掉那个灯塔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也是我们长期的期待啊！拆了这个灯塔以后，当然日本高市政府要有行动啊，要反应啊！如果他反应过度激烈，那很可能冲突就会在钓鱼岛的周边海域就会爆发，那中国大陆可能顺势把钓鱼岛收回去了。好，现在其实日本政府啊，非常的做贼心虚，我们的电视墙啊。这一次的提纲做得真好，可是我没有办法一条一条细说。它的第2条啊，点到了一个点，叫做广岛无事。广岛无事呢，刚才浅秋有点念错了，它是濑户内海的广岛无事。而这个广岛无事有个日本很有名的海军的兵工厂，我们的小舰长一定知道。这个兵工厂是制造什么出来的？制造不成的战列舰，叫大和舰。零式战斗机也是在那个地方造出来的。另外呢，日本的第一个威力很大的潜艇，叫做秋潮级的常规动力潜艇，也是这个厂给制造出来的。而这个厂慢慢的没落了。它原属于日本的制铁系统，现在呢，他们很怕说这一个地方啊，会成为中国大陆海军要攻击的标的。为什么？因为这一个无事，它面向濑户内海，它离一个指标地方就是下关春帆楼，不到100公里。如果坐火车，半个小时内就可以到。是，所以它有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所以如果中国大陆的海军要过大隅海峡的时候，往这个地方开个炮，这一个制铁所可能就毁于一旦。所以它在这个地方要重建基地，而重建基地也代表这个是日本的右翼要复辟军国主义的人士，他所共同要集结的标的所在。是，就是所谓的我们基于上面写的广岛县无事啦。那市长也挑出来反对。小舰长觉得日本真的会有事吗？有学者现在所担心的这种氛围在其中？的确可能有事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看到跟中国大陆
有邦交的国家，事实上都承认了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也就是，其实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可是最近中国提出了国际法的见解，也就是提出了有关于在联合国宪章里面的敌国条款的部分。敌国条款现在其实大家来看看德国适用吗？德国已经几乎就是已经不适用了。但是现在日本提出了有关于台湾海峡的问题，对不起，它就开始适用了啊。那我再补充一下，刚刚邱毅老师所讲的吴氏，那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兵工厂、造船厂。对，那但是呢，其实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军港。那它如果在排名的话，也就是我们看到的横须贺，接下来佐世保，再下来就是吴氏了。所以吴氏的重要性就是大家都可以了解啊。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现在其实我们刚刚讲到有关于台湾的问题，其实台湾就是被高市早苗借人头一用而已啊。它真正最重要的，它其实是要破除它的无核三原则。那它破除了无核三原则之后，它一开始可以引进这个核动力潜舰，接下来的事情那就会做得跟北韩一样啊，也就是它会开始制作这一个核弹头的部分。这一个部分实际上来讲，石破茂也提到了，石破茂说，如果日本拥核的话，就必须退出核不扩散的这个条约以及国际原子能总署。他说，如果是这样，那支撑日本可以和平使用的一个核能就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日本本来就是一个能源受限的一个国家，它必须大量的使用核能。当初震灾之后，大部分的核电厂都关闭，然后他们的无论是电啊，或者是商品价格一飞冲天啊。那另外呢，我们刚刚讲到日本想要永和自重，但是这件事办得到吗？我们看到啊，其实中国大陆在最早2019年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的时候，它在这下面这一个红字看不清楚，所以我帮大家标注出来。他说中国大陆不率先使用核武器，而且无条件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的一个区域使用核武器。意思就是，如果你日本没有，中国大陆不会对你先使用核武器的。中国大陆这个在有关于国际法的一个遂行上面，其实是毋庸置疑的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现在要开始永核了，那真的是日本准备倒霉。那至于12式改的这个飞弹，那我们的新闻来源说1000公里，但是还有一种数据是1200公里。那它现在的12式只有200公里。那这一个部分呢，其实不是我们想象的啊，就是把它的油箱做得更大，它就可以飞得更远，不是。这是跟陀螺仪有关，就是陀螺仪的稳定与否才能决定它可以飞多远。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美国在后面扮演什么角色呢？他告诉我们，在这里已经试了7次了，可是他每一次试射在哪里？在美国加州，他可不是在我们讲的什么南鸟岛附近，都不是。为什么？因为美国有一定的参与，而且大家认为它只有暗制吗？它不是只有暗制的。我们看到暗制的是在明年它就会开始部署，接下来它还有那个舰载，还有空射以及潜射的部分，所以它是一个系列性的。那至于我们看到它的这个大小啊，它这个圆滚滚的样子，其实它有没有搭载核弹的能力，这是另外一个课题。是，而且我们在看到现在，包括石破茂出来质疑的是说，日本过去我们没有忘记他在2战是侵略国、战败国，但他现在在增加国防预算，同时做了各种的军武部署，当然排挤的就是民生社福的预算，加上现在日本的物价、民生会感觉是有痛苦指数飙高的情况。是，其实这一次啊，这个石破茂在担任首相的时候，其实他多次引用过他的政治宗师田中角荣，也就是日本决定跟中国大陆建交的一位前首相。那田中角荣呢，他是打过仗的，他的2战时期，他作为日本兵啊，曾经被派到中国东北，参加过对东北的占领以及对苏联的战争。那田中角荣就多次说过啊，如果日本的政权是掌握在经历过战争的一代的手里，那日本大概没有什么大问题。
但是如果有一天主导国家执政方针的人都是不知战争为何物的人的话，那这个时候日本就很恐怖了。那很不幸啊，我们现在看到现在日本的政权现在感觉就是呈现的这种状况，包括虽然高市早苗在12月26啊上个礼拜我们其实一直很担心说他会不会模仿已故的安倍晋三前首相的做法，在12月26号那一天跑到靖国神社去做所谓的参拜。那当然他显然这一次今年没有这么做了，因为压力已经很大了，所以他没有选择说马上去点燃这个导火索。但是我们去看到他的政权的核心人物或几个头面人物，现在姿态都非常硬。包括防相小泉进次郎，他就说没有必要撤回这个高市的言论啊，完全没有必要。然后呢，另外一位小野田纪美，他的这个经济安保大臣就说，也没有必要去看他国的脸色。而且短期来看啊，他跟中国大陆硬碰硬的这个做法，也获得了在民调上获得了短线的支持啊。近这2天的民调也显示说，他是连续第3个月啊，这高市政权的民意支持度达到了70%以上的，也算是以日本的传统来说是很高水位了。甚至在年轻族群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是有将近90%的支持率哦。但是其实所以自民党人现在就很说，那你干脆提前举行大选嘛，你就趁着你现在民调高来办众议院选举啊，来获得你这个首相的一个真正的民意的授权。但高市不太愿意，我想显然一方面也是我们看到这个经济的压力、通胀的压力非常大。再来就说，我想日本民意也很担心，说是不是真的要用真实的民众大众众议院改选的投票去授权高市去走这个强军扩武的路线，甚至是包括日本所谓的永和。那我想这个是跟川普政府现在的论调是完全不一样的。川普一直说要核裁军，他要跟俄罗斯谈，他还要把中国大陆拉进来，作为全球前3家核武国来一起谈核裁军。那这个时候你日本跳出来说我要永和，那绝对是碰到这个劈到川普的逆鳞的。那我想这个他也不敢，高市也是不愿意目前去做这个民意的总体检。也的确，像高市一直要求见川普，针对这次的冲突的争议，现在迟迟还没有。而美中之间的博弈呢，最后到底2026会往哪里发展，非常两极化。因为马上川普明年要访中，这是一个既定的行程，目前看起来还没有要变化的意思。但是呢，其他的美国媒体呢，包括这军媒啊等等的，有各种唱衰的声音，中美博弈2026只会更恶化。怎么说呢？光美国军媒这个总结2025印太的5大要闻重要的新闻里头，就有2点直接都是跟中国的武器有关，包括了中国在阅兵展示核武3位一体的新型飞弹跟雷射武器，也就是说阅兵被川普形容那个很盛大很厉害的核武，美方军方关注到了这个影响非常大，这个秀肌肉秀得很彻底。而另外这个首艘中国配备的航空母舰福建舰的服役，当然也让美方非常的担心。所以以军事威胁来讲，美方的这种报告评估都认为非常的感受到威胁之外，加上还有另外一个国防部的最新年度报告交给国会的，他们认为这个威胁来自于中国已经完成了包括了东风27的部署。北京现在可以直接在远超现在有巡航导弹啊、超音速导弹的情况之下，部署5000到8000公里来威胁到美国的西海岸进行打击。所以这美国的学者担心光东风27大大改变了华盛顿跟北京之间的海军力量平衡。现在美国不再是唯一最大的世界强权，现在已经告诉大家说，美方也对大陆的这个军武产生了一个被威胁的这个担心。所以美中关系2026到底会怎么样呢？外媒好几个，包括了美国国会2党超过25名议员都很担心，他们都认为贸易、台湾问题、黄豆采购，因为现在还没买够这个影响了农民的票这些军备扩张等等的，都让2026美国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可能再恶化。当然最后还是决定在川普个人嘛，川普到底要往哪里走。当然现在大陆全面对于中国的各种的想要反制美方过去给他的掐喉咙的晶片管制呢，现在看起来中国大陆反而是已经站到了另外一个主导的滩头上，包括修订通过的对外贸易法，直接明定包括要对于内部管制的这种工具箱，法律的工具箱要求反制美国来的或者是要出口，他们自己技术要成熟之后，在跟伙伴关系反制的时候，这些领域的持续角力里面，他做了更多的管制跟限制。而人民日报这个报道是说，2025年开启战略反攻期，让言论的立场也不太一样了，表示从忍辱负重到全面反攻，现在就是反攻的时候，现在要负的是大国的责任，甚至是人类的命运更大的制高点。
年终回顾 ，Bloomberg 特别在分析里面认为，川普发起的贸易战到 AI 发展，2025年真的是全球都跌宕不安呐，股市也是如此，人心也是如此。其中最重要的启示就是永远不要低估中国。最后，川普关税战的结局也是如此。而其中华为呢，现在是不是自制自产各种研发的能力要打造的所谓 AI 版的一带一路呢？辉达黄仁勋现在本来如意算盘说服了川普要卖 H200到大陆去的，而现在华为正推动的刚好跟这件事情相反的路，升腾 AI 晶片已经走向国际市场咯。接下来呢，在韩国要推出自制研发的升腾950鸿蒙系统，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是 PK 所谓黄仁勋的系统辉达的市占非常重要的关键时刻，而面向全球悬赏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要想办法争取最高奥林帕斯奖啊，这个是 Olympus， 他们有一个1350万奖金，要募集各种领域的挑战，所以科技战要寻求更多的人才，而很多大陆的人才从美国被移民政策各种管制之后回流之后，也是一个东升西降吗？另一个美中对抗的科技博弈，而这个画面是京东快递出现的无人机本来只是在境内，大家不意外了。中国大陆内无人机的载货，这一架是特别的，因为它第一次完成海外旅行，飞到哪里去？到沙烏地阿拉伯，它就直接本来一小时以上的路程，只花了15分钟就飞到了。直接用克服了这种沙漠地形啊、气候变化啊、路线等等的，直接用最快速的方式，无人机把10公斤以内的货品送到了当地，然后再有人员取货，就直接可以解决。所以独狼无人车、智狼搬运机器人，全部海外科技的这个扩张力已经不只是大陆内卷而已，已经往其他的世界各国去发展了。而美国因为这样的担心跟害怕所以直接禁止大陆无人机，尤其是大疆最近宣布的措施越来越严格。不过呢，却反向的在美国发生了一个反向的措施，什么？所有商家大家想尽办法产业又在赶快囤货囤大疆的一些机器零件的货，因为大疆无人机在美国现在就是难以取代。委员。高市是一个非常骄傲而倔强的女性，她谁都不怕，但是她一定要重视川普的意见。为什么她不敢到靖国神社拜鬼？为什么她最近显得忧虑重重？就是因为川普不大理她了，川普对于她的信息基本上都已读不回。那川普到底在气什么呢？川普主要气的2件事。第一个，现在川普正在经营中美关系，明年的4月，川普马上要到中国访问，这个对于川普应付11月的美国的中期选举太重要了。可是高市在这时候捅出了这个篓子，引起了中日的纷争。第二个，最关键的就是高市想去动无核三原则，想去让日本拥有核子武器，还用了各种的方式让他底下的亲信，像尾上定正，像小野田纪美，在外面给他放话。这对于川普来讲，人家早就在怀疑你日本的核电政策里面那么多的核电厂藏了很多浓缩钚跟浓缩铀。再加上前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都已经讲过了，只要日本要搞核子武器138天，他就可以制造出来核弹头。所以你今天这么做的话，当然影响到日本的核电政策嘛。所以石破茂才会去不断的提出这个批评。那田中角荣的女儿田中真纪子直接在众议院就直接骂高市你根本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做日本首相也是因为这个问题嘛。好，那高市原来希望在明年的1月，在众议院开议前能够去白宫见川普，川普没有回应然后高市后来退而求其次，说他3月好不好？那川普也已读不回也没有回应那到底3月去不去得了？我估计去不了，因为川普马上4月他就要到中国大陆去访问了，所以他怎么会同意3月见你高市呢？
所以高市现在不敢到靖国神社拜鬼，就是因为来自川普的压力。美国到现在，川普不得不承认，现在中国大陆的军力的成长确实突飞猛进，尤其它的东风快递，再加上它的海空军的快速发展，那已经使美国必得采取战略收缩。因为采战略收缩，所以他本来希望日本能够担负起第一岛链的一个防卫的工作。可是你高市就像一头猛虎一样，一昧的往前冲，都不跟美国商量啊！你是捅出这个篓子出来，这就是川普现在恼火的地方。可是川普毕竟啊，他是念凯因斯经济学的，所以他相信管制是有用的。其实啊，川普如果以后用功读书，他就知道管制反而会造成反竞争的结果。为什么？他不是想进大疆的无人机吗？你要进大疆的无人机，那你要看看大疆在大陆在美国现在的市占率有多高，70%啊！你美国一旦进了大疆以后，农业完了，制造业完了，流通业完了。这个快递业也完了，服务业也完了，你就会造成民怨沸腾嘛。再加上他本来要去进 H200， 结果发现华为马上赶上来了，反而他不需要 H200 了。那刚才主持人不是讲过一句话吗？华为从忍辱负重到全力反攻，这是黄仁勋早就预期到的结果。好，那现在川普后悔了，要开放了，大陆不要了。我认为你有国安的问题，我不要买你的 H200 了。这就是反竞争用管制的后果，最后反而给美国的经济造成重大的负面的伤害。条件怎么看现在自己美方评估啊，双方美中在军力上面的一个变化？我们看到啊，在这次93阅兵上面所展示的核三位一体的这一些装备啊，也就是无论是空射型的惊雷1，或者是东风31BJ 啊，已经不是在2024年9月25号发射的 AG 了。那甚至东风原来大家认为东风从41，这次公布的应该是51吧，结果没想到跳号。直接变成61，那还有潜射的这一个巨浪3啊，也就是这样一个布局呢，其实让美国非常的惊讶，因为这些飞弹都是新的，相当于美国现在所用的义勇兵，那都已经是使用了超过50年的一个弹道飞弹了。当然，它有不断的性能提升了，但是我们刚刚要讲到的是重点呢，也就是有关于它的一个高超音速飞弹的部分。那我们刚刚讲到说，有关于美国还在使用这一个义勇兵的这种飞弹呢，其实它是旧型的。例如说，我们看到这一张照片呢，其实是12月7号那发射的这个飞弹，其实它最后的落点是在和田啊，是在新疆的和田。那以这一个距离来算呢，那现在美国的这些军事的专家预估啊，它是一个高超音速飞弹，而且是洲际弹道型的。他们认为这个又要跟这个东风27牵在一起，但是呢，其实不是啊。为什么我们这么说？第一个，我们来看这个是现在网络上面唯二的东风27的2张照片，也就是我们看到东风27，大家看下面这张尤其清楚哦，它是6轴的载重车啊。那可是呢，如果说按照他们现在所讲的射程的话，其实是不符的。为什么？因为为什么今年我当初的研判是东风27会在今年的93阅兵直接展示。那因为其实之前已经泄密了，这不是中国的泄密，这是美国的泄密。美国说他们实际上看到东风27实际的发射，它的预估的距离是2100公里。这会儿我们看到了中国军力报告直接帮它膨胀啊，东风21的距离说已经可以打到，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东风21是27啊，是紫色的部分，已经可以打到
美国的部分领土了。基本上我怀疑啊，这根本就是灌水啊，可以打这么远吗？那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我们刚刚讲的6轴载重车，如果它的距离可以打到，例如说像东风31的话，我们看看东风31，它可是8轴的载重车啊，那它才能够承担这么重的距离，所以大家不要再灌水了。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也就是我们看今年的中国军力报告，我们看到这种中程导弹数量是不断的增加的，无论是发射器以及飞弹都是。可是短程的为什么减少了？因为他们现在对应中国要使用的是 PCH-191的这个远香火。而且呢，不止在国防武器上，中美的竞争，科技上，当然科技运用在国防上是很大的威胁，运用在民生上，现在也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个进展的差距。无人机不断的发展下来，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差距，距离已经被看出来了。是这个美国这几年一直在研究啊，为什么对中国的科技围堵、金融打压，甚至弄了那么长的黑名单，要去做对很多的这个企业做所谓的把它列入实体清单做制裁控制，为什么没有成功呢？那今年或者说2025到2026，是不是真的就是中美经济战当中的中国大陆进入战略反攻的阶段呢？那战略反攻是什么呢？其实战略反攻啊，它是一组。毛泽东当年在写这个《论持久战》，1938年，他是写抗日战争。抗日战争刚爆发的时候，他就在延安窑洞里面写一篇长文章，叫《论持久战》。他就提出了3个阶段。他说，他当时的主张就是说，讲中日战争亡国论是不对的，速胜论也是不对的。讲中国一被打就会亡国是错的，但是说我们很快就能够打赢也不对。他就分出了中国必将进入3个阶段，一个是战略防御阶段。敌人的攻势非常迅猛，那中国只能扛住，只能先守，不能垮掉。然后第2个呢，才能争取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当敌方陷入泥淖，那中国的有生力量、国际同情、民生动员慢慢起来的时候，进入两边的相持。那到第3阶段再迎取这个战略反攻，就是当敌人进入战略退却，那中国的各种能力能够提升起来，然后进行反推的这个阶段。那这个逻辑啊，我想一直被中国大陆用在中美这个贸易战跟经贸战的解读当中啊，那甚至是包括明年就是大陆要进入第15个5年计划，叫做15。那大陆其实就列出了很多，就刚刚浅秋姐也说到了被卡脖子的领域啊，要用超常规的措施，全链条的来推动核心的技术攻关啊，包括工具机、机体电路，也就是半导体晶片的核心，然后高端仪器、基础软件跟这个先进的材料跟生物制造等等的领域。那这个其实也不只是过去那种计划经济式的，它是国有的政策引导，然后国家部分出资、民间部分出资的产业引导基金，加上可能地方政府的一些创投跟民间企业的合力来做成产业集群。那确实是美国比较没有应对过的对手。那未来会怎么样？我想台湾也都在这个局当中。